酸辣让食材本身口感更加清爽，很好吃。怎么吃着吃着变成苦瓜脸了？让美食家小姐不能体会到食物的美味，确实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所以，你是在遗憾你浪费了一笔钱，还是在遗憾味觉的丧失，又或者是在遗憾辜负了这次约会？那我们就改变约会计划，饭后去做点不需要味觉的事吧。哪里？真是这本，还好你眼尖。如果是我自己，肯定就错过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也很满足，很开心，不想只和你贴贴一下。正合我意。都是你的快递，我出门前正好遇到快递员，就顺便签收了。看来你前几天确实烧糊涂了。那天半夜，你不是烧得迷迷糊糊，又不肯睡觉，于是刷了很多美食直播吗？这期间我听到了很多声叮叮叮，支付成功。我倒是觉得你那天被美食直播转移了注意力，没有那么难受，是一件很好的事。而且我也很好奇，这些小零食是不是像那些主播们说的那么好吃？所以，你是想让我来成为你的舌头吗？我发现，某只小馋猫对无法享受美食的怨念，已经深得像黑洞一样了。我很明白你的这种感觉。
那要不要试试制定一个唤醒计划？味蕾其实是一种信号接收器，当它出现问题时，你的大脑也会出现认知错误，导致对味道不敏感。舌头最先能品尝到的是甜味，然后是咸味，再然后是酸味，最后是苦味。辣其实是一种触觉，而不是味觉。我们不妨试试，明天开始你来品尝，我来描述，用通感的方式先唤醒一种味道。甜味。早安，想好一会儿去哪里执行计划了吗？怎么了？太好了，看来我们下午应该会……是白茶和柚子的味道。那这位同学还是要漱口的，不然怎么品尝后面的美味呢？你看起来好像紧张的要去面试。您好，我要一份马卡龙，一份红丝绒蛋糕，一份巴斯克蛋糕，一份拿破仑酥。不用担心，你如果吃不完就交给我。再说，你现在还在味觉恢复阶段，当然要尽可能多的品尝不同风味的甜，才能好好记住。你先。味道怎么样？答对了一大半。奶油化得很快，有一点脂肪的粘稠糊在舌尖，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被果酱的酸甜覆盖，最后它们会交融在一起，变成一种清楚的味道。巴斯克蛋糕很粘稠，和蛋挞的内心不太一样。你可以慢慢的用舌尖去将它搅化开。这家的拿破仑酥里加了许多杏仁片，和酥皮混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慢慢去区分它们的口感和味道。回答得很好，要尝尝苹果派吗？看来这位同学已经开始对类似的味道有区别的标准了。好像是有一点，
我想区别可能在它的内馅里加了一点酒，让苹果凸显出一股酝酿后的风味。你闻闻。说明这位同学该尝尝下一道甜品，再激活一下了。来，马卡龙。在写什么？只安排下周末吗？我其实在想，明天和你一起去吃什么呢？怎么会？我只是发现以前有个成语我不太喜欢，现在却不这么觉得了。饮食男女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这些人类最本性、最本能的冲动，一点都不俗气。相反，他们十分可爱。你是指今天的复苏计划吗？为什么？我给你泡杯清茶。什么？不用怀疑。